喜欢李小龙的电影的，也确实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他能战而胜之。但一些粉们也太夸张了，李小龙赢世界，咱别那么膨胀好不好？多年前，在一家书店有本书是成龙回忆录，具体叫什么忘了，里面写了不少对于现在主流认知来说的黑化历史。比如说成龙与洪金宝的关系，当初七小福的老大不是洪，是另一个孩子，但那个孩子受不了苦跑了，洪金宝成了老大，于是作威作福，欺负小弟，有的被欺负得很惨，成龙不服，被打得很厉害。倒不是说洪金宝比成龙强太多，而是规矩，大哥地位仅次于师傅，打小弟小弟不能躲。所以洪打成龙，成龙只能骂洪，成龙那不服输的性格被打得不成人形，所以七小福大都痛恨洪金宝，没有那么其乐融融。但是洪金宝首先敏锐地发现，电影是出路，戏班必被淘汰，很有气概地带着小弟们走向电影，闯出一片天，而且很罩着大家。相对于未来，过去又算什么呢？所以大家都服洪，成龙在电影的成就高过洪，但在洪那儿依然是小弟，并且他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好。可大家都是公众人物了，知道该说什么，自然就把过去说的也很融洽。下面说成龙的回忆，洪对自己的拳脚十分自负，喝醉酒打架是常事。一回对方人很多，其中一个拿酒瓶划到洪金宝脸上，于是在嘴角留下了一道疤。当然了，他们又几个打垮了一群。洪金宝说：“跟我打，你们得派一支军队。”所以很多人说什么成龙不能打，李连杰不能打，甄子丹不能打，那得分对谁？后来一回，洪金宝回来跟成龙说，他见了李小龙，李已成名，洪还是小个辈。洪对李并不服气，两个人私下比试了一下，打了个平手。现在各种媒体，包括洪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说，李的腿很快，刚一开始就踢停在面前。这个说法是典型的恭维前人，李开创功夫片之风，影响之大不是洪可比的。而且李早就去世了，恭维他一点不掉价。反之，如果那本书上写的是真的打平了，甚至洪赢了，你让洪怎么说？我把李给揍了，得有多少粉丝拼命抵制洪？看现在的帖子就知道了。洪还想靠电影挣钱呢，更不能得罪人了，尤其是不能得罪粉丝们，粉起来无底线，敢说偶像不好，黑起来更无底线。这个是那本成龙回忆录里写的，因为与主流温情默默不符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流传不广，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。谁有机会有条件，直接问成龙，问洪金宝吧。